大家好，这是傲慢与偏见的人物介绍。我们希望将某些特定文字变成比较明显的文字样式，借以凸显这段文字。譬如人物名称是红色，括号内文字是斜体。但是又不可能针对每一个变化做修改，人工去调整这些变化，一定会有忽略的地方。这时候就需要辅助样式。这里准备2段文字，分别设定段落样式1、段落样式2。进入段落样式编辑，字体放大和辅助样式，中间这块就是辅助样式的位置。按下新增辅助样式，第一个选项是字源样式，也就是要用什么字源样式来显示。第一个选项是重复，这个稍后再说。第二个选项是无，表示维持原有段落样式的格式。在最底部有一个新增字源样式。如果你想要的样式而还没有设定，也可以马上在这里新增。在这里按下新增字源样式，新增一个 bold。为了方便识别，这个样式加上颜色。按下确定后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段落样式下的第一个字都变成 bold。这个参数改为2，前2个字就会变成 bold。这里要注意一下，在辅助样式里面新增的字源样式会在按下确定后同时产生。如果这时候按下取消，它并不会写入到字源样式。重新进入样式编辑，再设定一次 bold。这里有一个下拉选单，里面有些预设选项。譬如选择句子，那么第一个句子就会变成粗体字。选取字源，就会看到第一个字源变成粗体字。如果要将数字标示出来，选取数字，但是它会变成数字之前的文字都变成 bold。想一下，在数字之前的字应该不套用任何字源样式，而数字之后到第一个字之前应该套用 bold。现在看到第一个数字并没有套用到 bold。将第一组辅助样式的这个参数改为最多，这样就可以把数字标示出来。如果把第2组辅助样式的数字改为2，那么 bold 就会延续到第2个单字之前。但是这些预设选项似乎与我们想象的有点差异。难道除了这些选项之外，没有其他选择？其实这个选项也可以自行输入。譬如输入逗号，那么到逗号之前所有的字都会是 bold。我希望凸显这些人物名称，也就是短破折号之前文字设定为 bold。这些标点符号不容易在辅助样式输入，直接复制使用。试着调整一下参数，如果将它调整到至，那么短破折号就会显示 bold。这2个选项可以自行测试选择。接着，我想凸显括号内的文字。增加2组辅助样式，分别输入左右括号。
并且设定在括号内显示为 bold。这里可以设定括号是显示为 bold 还是 none。另外设定一组字元样式 italic。到这里，我想要设定的样式大致上已经完成。现在就来测试一下。按下 Enter 生成一个新的段落，整个段落就会显示 bold。当输入短破折号之后，短破折号以后的样式就会变成 none。随便在文字内输入左括号，左括号后面的文字就会显示 italic 样式。再输入右括号，就会终止 italic 样式。如果在段落里面再增加一个左括号，它没有变为 italic 样式。回到段落样式编辑，新增一组辅助样式，字元样式的参数选重复，就会看到第二个括号内的文字已经变成 italic。原先已经建好的字元样式，在辅助样式里面要如何使用？建立 light italic 样式，把样式套用到说话的内容。当修改字元样式内容，段落内的样式就会跟着改变。再回头讲一下重复的问题。在加入重复这组辅助样式后，如果有注意到这个参数，会发现它的预设值就是2，表示它只重复最后面的2组辅助样式。改为1，没有任何改变。改为3，那么在括号之后的文字就变成 bold。也就是说，在第3组辅助样式之后，它又回到第1组的状态，检查是否有短破折号。随便加上短破折号，短破折号之后的文字就变成 none。来看看这个重复是怎样的运作。将这些段落使用半形空格连在一起，变成一个长段落。回到段落样式设定，将重复步骤改为3，增加一组辅助样式。这个辅助样式的检查点为半形空格。将新增的辅助样式往上移到重复以上。注意，在重复之后的辅助样式都会被忽略。这个参数应该是4。会发现这里没有被标示为 bold。这是因为在找到下一组关键字之前，它不会作动。它的运作模式应该是这样的：依序寻找这些条件，当条件被满足之后，才会往下一个条件执行。在原本的第一个段落里，并没有括号，在半形空白之前加上一组括号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这里就会显示 bold。如果在中间再加上括号，其实也不会作动，并不是设定上出了问题，而是段落内容与辅助样式设定的落差。总的来说，除非是被设计过的段落，否则过于复杂的辅助样式条件很难完整表现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留言。